重建后的婚姻也要有空间与自由。丽莎收到一封简讯时，正在办公室加班，里面只有简单一句话：我订了明天早上6点的机票，先去京都几天。发讯人是她的老公国斌，这不是离家出走，也不是情绪勒索，更不是冷战的一种形式。国斌甚至还附上了一张航班截图和行李清单建议。丽莎的第一反应不是生气，而是疑惑。我们不是刚经历婚姻重建吗？不是才重新开始吗？怎么现在说走就走？然而当她静下来，她意识到，这或许正是他们婚姻能够真正持久的关键，自由的空间。你可能会问，婚姻不是2个人成为一体吗？怎么还可以说什么空间和自由啊？那不是距离与疏离的借口吗？但我要说的是，没有空间的亲密是窒息啊，没有自由的承诺是枷锁哦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，重建后的婚姻也需要空间与自由，才能真正持续成长，活出新的关系。为什么空间反而能拉近2个人的关系呢？在许多夫妻关系破裂的故事中，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：他越来越不想和我说话了。我们明明天天见面，却越来越陌生欸。问题常不在于见面少，而是空间少哦。现代心理学指出，适当的心理界限不但不会让婚姻破碎，反而会让亲密关系更稳固哦。因为当一个人感到我可以做我自己，他才会真正想要和你一起啊。国斌说走就走那次旅行，让丽莎反思，这些年来她是不是总想把国斌变成理想老公。她期待他按时回家，不打电动，懂得温柔倾听，甚至陪她看韩剧。但国斌好像越来越沉默耶。而那趟京都之旅，不只是国斌的放风，更是他重新找回自我节奏的时间。回来之后，他主动开始和丽莎谈他的想法，也听丽莎分享压力。他说，我需要先找回我自己，才能带着真实的我再次走进我们的婚姻里。这句话像是一道光，照进丽莎的心了。空间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成熟的靠近。有些人一听到婚姻也需要空间与自由，就警觉起来。那不是鼓励一方变冷淡，逃避责任吗？事实上，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是你可以自由地做你自己，而我仍选择爱你。一位婚姻治疗师这样形容理想的夫妻关系，像2颗弹力球，贴近时可以温柔拥抱，分开时也能自由弹跳，彼此不拉扯，也不依附。空间不是为了躲避对方，而是为了让彼此都能呼吸，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与情绪，让2人的靠近不是出于压力，而是出于选择。从控制到信任，婚姻重建的进阶功课。婚姻中最容易不小心做的就是控制，控制对方的行为，控制对方的情绪，甚至控制对方的信仰、朋友、娱乐。起初可能只是为他好啦，但久了就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耶。丽莎回想起过去，国斌其实曾提过，我不是不爱你，而是我好像只能照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。这句话让他沉默了好久哦。当一个人只能在被设计好的轨道上运行，最终会失去自己的真实感。而婚姻的美不是变成对方的影子，而是各自发光，却又彼此照亮哦。婚姻中的信任就是给对方自由而不安，给对方空间而不猜疑。丽莎后来也学会放手，让国斌去参加摄影社，
偶尔一个人出国拍风景，甚至他也鼓起勇气参加自己一直想尝试的陶艺课。当两人都有自己的自我空间，再回到一起时，竟比以前更有话题，更开心啊！当婚姻中的距离变成了一种美感，有一种说法，爱情靠吸引，婚姻靠靠近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靠得太近也可能让人疲乏哦。一位结婚35年的夫妇这样分享他们的秘诀：我们每周一定有一天是分开的，各自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有时候反而是那天晚上我们最有话说。这不是疏离，而是节奏，就像音乐中的休止符，让旋律更动听。国宾后来也说，他和丽莎都重新学会了一件事，不是一定要一直黏在一起，爱才不会变，而是给彼此一点空间，才能让爱流动得更自在。他们甚至把这样的空间感变成了一种爱的仪式感，每个月各自安排一次自己的日子，每年各自去一趟单人旅行，每周安排一晚彼此不打扰的时间。这些小举动成了两人关系的润滑剂。自由不是解约，而是再一次自愿的选择。最感人的婚姻故事从来不是我不得不，而是我依然愿意。当一段婚姻经历重建、疗愈、饶恕、重新连结，那么最珍贵的不是过去如何修补，而是现在我依然选择你。空间与自由不是解约的前奏，而是再一次自愿爱你的练习。丽莎后来在一次婚姻小组里这样分享：我现在终于懂了，真正成熟的爱不是你去哪我就去哪，而是无论你去到哪里，我的心还是向你敞开。他笑着说，以前我不懂自由的婚姻怎么可能会长久，现在我才发现，自由反而是婚姻能长久的秘密武器。结语：两个灵魂的共舞需要空间，也需要信任。婚姻就像双人舞，不是两人绑在一起的拥挤乱舞，而是彼此留白，各自发挥，互相欣赏的节奏配合啊。重建后的婚姻不是回到旧有的期待，而是走向新的模式，有空间，有自由，有信任，也有更新的亲密。所以别害怕对方需要空间，也别为了证明爱而压缩自己啊。因为当两个人都有自由去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婚姻才能成为最美的共同体。